是大名鼎鼎的绿巨人浩克，如今却成了军方实验室里的 VIP 囚徒。为了破解浩克体内那无敌的血清之谜，军方不惜砸重金把实验室修到了地下几百米深，这么隐蔽，说白了就是自己也觉得这个研究计划不太地道。而这场实验的幕后大 boss 正是罗斯将军。讽刺的是，当年就是他叫停了班纳父亲的基因改造计划，如今倒好，自己玩的比谁都嗨。而面对女儿小美的追问，罗斯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，硬是把班纳的消息捂得严严实实。当班纳从昏迷中醒来，发现自己被关在隔离室里，军方发现只有他变成绿巨人的时候，血液才有研究价值。于是他们派来了班纳的情敌丧彪，给他的任务很简单，把班纳气炸，逼迫他变身。丧彪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公报私仇的机会，持续动用电击枪对班纳发起攻击。但班纳这次铁了心要控制住脾气，你打你的，我忍我的。在这个利益至上的游戏里，没人会在乎实验对象的感受，不够强大的话，只会被当成移动的实验素材。之后，军方将班纳封入容器，试图用脑电波强行刺激他的大脑，逼迫他体内的基因完成自我转变。然而，他们没想到的是，这波脑电波刺激意外唤醒了一段被班纳刻意埋葬的记忆，那是关于他母亲惨死的景象，是他一生无法愈合的伤疤，更是他深埋心底绝不愿触碰的噩梦。愤怒如岩浆般在他血管中奔涌，身体开始疯狂膨胀，最终整间舱室被他硬生生撑得四分五裂。军方慌忙下令释放麻醉烟雾，结果浩克只是打了个喷嚏，他一脚踹穿墙壁冲了出去，结果工作人员早有准备，一大波强力泡沫糊了上来，浩克被糊了个结结实实。丧彪拿着针筒过来准备抽取血液样本，但他忘了一个致命原理，浩克越生气块头越大，高强度泡沫直接被撑爆，工作人员吓得抱头鼠窜。丧彪还不死心，居然想送浩克领盒饭，结果炮弹原路反弹，这位作死小能手直接把自己送走了。随后浩克冲破基地大门，在荒漠里开启高速狂奔模式，只见他助跳了几下，再纵身一跃就是108000里。他翻过高山，跨过小河，跑了不知道多久，终于回到了小时候住的地方。看着满是灰尘的房子，浩克满眼都是童年的残影。他想起了父亲当年被带走的那一幕。然而温情转瞬即逝，一发炮弹猛然砸入房屋，下一秒剧烈的爆炸裹挟着冲击波席卷而来，将他狠狠掀飞。爆炸碎片划破了他无坚不摧的皮肤，但伤口转瞬自愈。可紧接着无数流弹如暴雨般向他覆盖而来，浩克赶紧一跃，在空中开启踏空行走，直接无视地球引力。他跑到荒漠里，以为甩掉了追兵，结果炮弹又来了，没完没了的。浩克有点忍无可忍了。远处4辆坦克缓缓驶来，浩克决定给军方上一课。他迎着子弹冲上去，一个冲撞就把坦克掀翻了，抓住炮管转了几圈，顺手扔飞108000里。剩下的士兵差点当场吓傻。第2辆坦克被他徒手掀开了天灵盖，见前方坦克瞄准自己，他抬起坦克天灵盖当盾牌，紧接着他耍了一套乱披风锤法，坦克当场报废。最后一辆的炮管被他徒手掰弯，炮手在驾驶室里瑟瑟发抖。就这样，浩克重获自由，在山间湖泊间快乐地跳来跳去，完全没发现自己身上被人装了定位芯片。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晚了，几十架直升机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。他们二话不说，直接开火。浩克一跃而起，把一架直升机硬生生拽到地上。一枚导弹飞过来，他单手接住，用牙咬掉弹头，轻轻一吐，对面那架直升机直接原地爆炸。他跳进山谷，罗斯将军下令对10无差别轰炸，岩石塌下来把浩克埋了。罗斯心里清楚，这根本伤不了他，但飞机没油了，只能先回家。结果浩克转头就往城市跑，为了避免引起恐慌，他跳上跨海大桥躲低空直升机，低空的躲过去了，高空的战斗机来了，飞行员对着他一梭子子弹打下去，屁用没有，还差点撞上自己人的直升机。慌乱中，飞行员猛打方向，但速度太快，眼看就要撞上大桥。浩克眼见情况不妙，在飞机即将撞上桥体的那一刻，纵身跃上机尾，死死压住尾翼。一场灾难就这样被他硬生生拦了下来。可罗斯不仅没有半分感激，反而命令飞行员将战斗机直冲大气层外。他想利用高空坠落的方式把浩克活活摔成肉泥，高度已经逼近极限。浩克用头部撞击驾驶舱，试图提醒飞行员赶紧迫降，但对方依然严格执行命令，一脚油门踩到底，飞机攀升至6万英尺的极限高度。浩克终于支撑不住，陷入昏厥，从战机上坠落。急速下坠的过程中，他做了一个诡异的梦，镜中他看见了绿巨人，而绿巨人也正凝视着他。下一刻，绿巨人打碎镜面，把他拽入镜子里，紧接着浩克坠入大海，消失不见。军方依然不肯放过他，战机朝他的坠落点投了2枚威力巨大的导弹，海面炸开了花。但他们不知道，浩克已经从海底钻洞进了城。他撞破地面钻了出来，满脸写着我很生气，擦掉脸上的灰，继续生气。武装直升机又找上门了，浩克捡起石块准备砸过去，结果突然看到心爱的小美也在直升机上，一瞬间所有的愤怒像被浇了一盆冷水。浩克冷静了下来，大批警车赶到，
全副武装的人员将他围得水泄不通。看到女友出现，他的身子开始缩水，那条神奇的大裤衩也跟着缩小，简直是开挂级弹性。很快，浩克变回班纳，又被军方带走了。只不过这一次，他们不再拿他做实验，而是用高压电网将他层层封锁。只要班纳有任何异动，就启动高压电，把他电成烤班纳。